3、2、1。哈哈哈 ，Turbo。Hello， 大家好，又是 Eder， 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冲向营销系列啦。没有错，这个影片只是一个 part， 没有其他 part， 为什么呢？这一辆车。Zafiro 这辆车呢是我去年试驾过的，它是一个 Kia Sorento， 我们称为 K3， 然后它是 1.6 公升的，然后去做了 Bolt on Turbo， 然后我也做了0到100的测试啦，然后也做了它的 Top Speed 的测试，哇，真的是够厉害哦，够有力哦。哦，那时候不能上云顶嘛，那现在可以上了，是不是？我们就是时候把它给开上云顶了。身后面这位是 Lenskor。它的车就是做了一些升级，它的最高纪录呢是在230匹左右的，因为很难驾，日常生活要驾嘛，它就把它降成现在190匹哦，还有200，这个 OK 啊 ，make sense， 1.6 NA 242牛米就真的是不可能啊，这个有turbo就可以了。我会带你们先去看这辆车，然后我们就上山试驾。如果你们想看那个 walk around 的话呢，不妨可以点击右上角去观看我旧的影片，然后再来看这个新的影片也不迟嘛，对不对？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的话呢，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当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了。Let's go！Kia Sorento 1.6的 Turbo， 但是在我之前拍摄的时候呢，它还没有装上这一套 BBK 的。之前 Single Port 吧，然后现在换上了 AP Racing 的 4 Port Caliper， 切线的叉色冲锋碟，17寸的 Lenso， 但是轮胎换上了 RE004 的225 R17， 后面就是 RE003， 虽然比较旧一点，1根半到2根手指的高度啦。它换上了 Adjustable， 之前我试驾的时候呢是 Sport Spring 加 Sport Absorber 的 BCV1 的 Adjustable 啦，后面大概也是2根手指的高度，也是一样225 R17 RE003， 也是17寸的原装的刹车卡钳 Singapore， 外观跟上次好像都没有太大的分别。这个后面的尾翼呢是很多 CVFC 的车主会放的，主要是它是用 Miller's Oil 的这个机油啦。之前我拍摄的时候呢是 0.5 bar 的 Boost 的，最高纪录有上过 1.4 bar， 现在 Detune 0.9 bar。为什么它可以达这样高的磅数呢？因为换了 Piston 还有 Con Rod 啦，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啦，但是很难驾嘛，所以日常生活驾的话太高马力也不太好驾啊。Open Board Air Filter， 然后有 bar， 然后里面还有 room bar、Uni Chip， 哦，有 ATF cooler 哦，还有牙箱 cooler， 还有 engine oil cooler， 所以上山基本上的话应该是不会温度太高。上车试驾 ，Let's go！ 哇，很多顶的车位，全部都是这么早出发。我有点怕怕喂。86不用怕，哦，多了86不用怕。我靠！喂，差一点油，然后你 off engine 再闪。OK。怎么会这样啊？刚才给油太多，它没有烧完，应该是。哦，刚刚我拉过车，停在山脚，不久不了就停在山脚，然后就，明白，开点窗，肯定要是开点窗听你的声音的嘛 ，exhaust 这样大声，又好听哦。哇，所以还是要自己打门哦。哦呦，那个 boost 来。所以如果 daily drive 的话，你真的要会很控制那个油门啊，因为你那个 boost 大概2000转才来嘛，然后 all the way 到5000转左右嘛，是吧？然后那个 engine jet lag 呢，大家不要这个担心啦，因为是这样子，改过的车都是这样啊，它都在这样子了，不要管它。如果 Alex 刚刚有跟我讲过一些小技巧，如果你有发现到可能在过弯的时候踩着油，然后它会有那个 engine jet lag 闪一闪的啊，不用紧，放开油门再继续踩就没有事了的。所以就还是车主会比较熟自己的车啦。所以这个车波按到来了，基本上是 OK 啦，上云顶可以啦，没问题啊。因为其实改装的话也是要花很多心思跟时间去 monitor 一下这个波，尤其是波 on the 波，真的是很怕是后续有那些小问题啊，这样子。多少都会有的那种。试一下它。
转速不要太高会比较好驾驭哦，在过弯。都 OK 的。哇，怎么呢？火车停下来的。哇！哈哈，有力很多嘞。你想一下，如果1.6 NA， 哪有这样的冲劲的？是不是？这辆车嘞，我感觉到有一个明显的车身重哎，真的哎，过弯的时候那个车倾，虽然有 adjustable 有巴拉，但是你会感觉到车倾哦，哦，哦。这样子改法其实 handling 是不错的，只是 steering 的话还可以调模式哦，这是我喜欢的一点。现在是调到最重给我是吧？啊，对，最重。哦。哇，这样的沥水，基本上上山是真的是没有问题的。哇！而且现在是系冷风啊，很爽。哼，够力。Adjustable 其实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啊，它是 daily 跟那个什么 balance。我靠，brake 不错哦，有 AP 就是好 ，AP 踩下去它反应比较直接，它比较快来啊。其实它可以自动升档啊，一到了差不多6500转，用 manual mode 的话，它也会自动升档。哇！一出完我踩油哦，那个 boost 来，要保持高转，它才会比较直接，不会 lag 更多。哇！哇，那个 brake 有声音 ，good 哦，听到飞机声。哇！喂，那个 brake 好诶，那个 brake good man。觉得你的这个马力哦，轮胎驾驭不了哎，因为你出完就是那个 boost 一来哦，它就打不了。这胎也是要差不多的机器。哇，哎，好驾嘞，真的，有这个沥水真的好驾。你只要把它的转速维持在高转一点的话，你在补油过弯的时候，它就不会像你 daily drive 的时候啊，一下子踩油那种有一点 lagging 啊，这样子 OK 哦，有高转。不过还是哦，有没有发现到它的这种 bolt on turbo 的车啦，这样都是 bolt on，因为它原厂是没有带 turbo 嘛，在3000多4000转，我这样在踩的时候，它会有一点那个，好像它会先吸下去，然后再给你沥水一样哦，会呼吸啊一下，它不会像turbo 的车这样会比较顺一点点啊。其实我有，听到 blow off 声还不来，还不让，哇哦，这个螺力酱好了。你看我一踩就3500转的时候，喂，我的油门没有踩深，德沃还没有 boost 多。
过你讲 Cerato 的底盘哦，原装的话其实没有 Civic 好驾的，同一个年份的啦，这一个是跟 FB 嘛，FB 还没有 FC 的时候，如果你讲底盘是肯定是 FB 会比较好的，但是如果你经过你这样子改装呢，车身稳固了，还有 room bar 啦，还有这个 anti-roll bar 那些加下去 OK 的，基本上是可以的。只是我感觉到车身重啊，就是会比 FB 重哎，感觉到不知道什么。会。那个等你过一个弯，你就知道那个它的重量全部分配到一边去啊。我很喜欢它的 brake 有没有？哎呀，没有遇到其他车。不错哦，爽哦，不用230匹的，这样子的动力已经是不错了。哇靠！真的是轮胎都，我想那个进去就不会令人烦人啊，它那个 blow off 声啊，不会很烦但是就是你知道我来没有？现在的水温上到101了，油温没有的读。要加显示，会有点这个油门在它控制而已。哎呦 ，bro， Vios。突然，哎呀，我的 Dam 105，还可以再去吗？还行。106。到101就slow down一点。110啊？110就slow down多少？这里很难拿累呢，这样子有车的话。M4 啊。1M。哎呀，我水温高了，要不然我可以跟你们玩一下的。快点电嘞！我看到2个 BMW 和。这不是 M4 吧？是吧？还有 M4 外玻璃。105。跌了。Traction control in。112。OK，slow down。我没有想到那个踩了2下就上到111哦。自己开从3点。
哦，哪里我？忘记开那个风扇。在下面有个 switch，那天你跟我讲过。是哦，有多一个风扇哦。忘记开。哎呀，下慢了不用紧了，就。但是我们过完还是很快的，这个赶赶去吧，这种 setting。一般来说不可能，要给他人力。什么？你管我什么事？不过你看，有 turbo 就是不一样。我上山啊，顺顺的，真的是踩一点点吧。Off aircon 啊。我试看能不能把外面的风拿进来。没有车可以玩，哎呀，都在自己一个人家。哇，打个洞了喂！我靠，要闪洞。都在108左右哦。哇，是地哦。这样的速度谁可以追啊？没有啦，普通车啦，我是讲1.6 NA 啦，这辆车好歹都是有一粒蜗牛在里面啦。那 Lance 啊，为什么你会想要 Born on Turbo 在这辆车上面呢？当时觉得这辆车很没有力，1.6的时候可以那种1.5 NA 的车，多speed都可以在后面贴着你。那时候年轻的时候了，现在就没有这样狂了，老了。这辆车都给你玩到巅峰了 ，Veloster 的 Turbo 噻。对。声音是好听的。用力水温踩的。没有啦，已经到了。我现在是在美浓嘛。美浓。哦，4号牙，我没有看到我在几号牙的，你知道吗？因为那个 boost meter 已经是哇！如果是原装哦，你没有装 ATF cooler 啦，到山顶你是打不到那个 pedal shift 是不能动了哦，因为它压箱可能热。你原装车去 Born on 啊，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的吗？就是如果在不换东西情况下啦，我觉得首先最重要是，如果你该车没有取完来讲啦，就是所谓 conrod piston 全部没有换，是不是？把速不要打太高，然后尽量少玩 launch control。跑的时候一定要关 AC， 因为我曾经试过跟那种比较快的车啦，然后跑到高速超过200以上，然后炸掉 compressor，aircon compressor。When boost kick in， 它滴水比较大了，所以它的那 compressor handle 不到，handle 不到那个，因为我开着 AC 嘛，所以就导致它炸掉那个。你会听到嘣一声啊，然后那 compressor 就没有人了。原装车这样，Born on要拉多少磅呢？其实最建议是看德波的大小，如果是说你大德波，然后你大约0.48，其实都很高，不了。建议是0.5这样子啦。如果大德波的话，还会比较 lagging 哦。如果用小德波的话，没有这样 lag 咯，是吗？像这种小力的，它就比较 responsive 一点。德波不了啦，德波吧，你大概需要多少钱才能做到现在这样的？德波跟 engine 的部分，就大概是20千里面的，20千里面。加买电板啊哈？加买电板，因为电板比较贵。我这个频道里面呢，还是第一次驾 Born on Turbo 车上山，通常都是驾原装有带 Turbo， 要不然就是 NA 嘛。Born on Turbo 真的还是第一次，感觉不错啦。但是老实讲，Lance 啊，还是老实一句啦，还是原装有 Turbo 车感觉比较顺一点。这个是肯定的，这是肯定的，没有得讲。没办法咯，你不要换 engine， 你就是 Born on Turbo 了的啦。然后当然里面的 conrod piston 啊，最好是换掉，心脏让它更强化这样子啊。OK， 非常感谢 Lance， 对，谢谢你哦 ，Yes。
上展没有问题，也是忘记开风扇，所以下面好像有一个 button， 我记得那时候试驾你叫我下面按的。啊，对，这次有一点难找，因为我存了那个灯藏在里面。之前我这辆车有着火过一次，其实原因是因为我有装一个那种加大电的 brand， 我就不提啦。因为那时候它的那个线着火的线是跟 intake 这里比较靠近，你看这边有黑黑的点，就是那时候我是装在这个地方，然后它的 wire 就这样跟着走，从下面上来，然后 ignition coil 加下去。可是因为 intake 太少，导致那个烧到那个 wire 它着火，然后那个火滴下去下面那个回油口，然后爆炸下面。那次经验是非常的吓到一下，后来才知道原来其实尽量可以不要加那种打火的气，要就直接是那个 coil 那边换那种 ignition coil 就比较好一点啊。这个是小小的 tips 哦。有什么征兆会让你觉得哦要起火了这样子？其实是当你的车你会发现它前面有一点冒烟，然后exhaust也是会稍微有一点出烟的症状，你们就要小心了。尤其是踩大油力不来的时候，就要立刻停车 check 看看。所以如果玩 Bond Turbo 的朋友，我建议就是说车能放一个那个 fire extinguisher 灭火器，小支的 for safety purpose。尽量是如果那种额外加大火的，尽量拿好一点，或者是专业人士 recommend 的，不然的话就不要加会好一点啊。我幸好那时候你到家门啊，我刚好到家门口，所以我用我的哦，我的家，要不然就真的起火啊！这辆车。然后那时候拔走了那个东西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到现在都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谢谢老板分享。Yes， Cerato Turbo， 我不敢说全马第一啦，全马里面蛮出名的一个 Cerato。一讲到 Bond Turbo 好像没有几个吧嘛，Lance 就是其中一个咯。之前有讲过要改 Veloster 的压箱下去是吧 ？DCD 过后改不下手，还是换车比较实际。哎，恭喜老板换车！所以这影片呢，就是来拿一个回忆啦。Lance 就买多一辆来玩啊，这辆车还是会保持的，也可能这辆车也会卖哦。到时候我们再看怎样啦。操控比 CVFB 来说 ，FB 会比较轻盈一点点。Artis 的底盘会比较实，但是这个 Cerato 跟 Artis 开起来的，好像旗鼓相当，那个重量比原正好价就对了，动力也是比原正好就对了。但是你要知道，这辆车已经丢了多少钱下去，真的是不简单的。好了，各位啊，影片就到此结束了。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的 POV 再见 ，Goodbye。